15亿只癞蛤蟆席卷澳洲，毒死鳄鱼口喷野狗，为何重金悬赏也没人捉？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，外来入侵物种也越发的嚣张跋扈，无拘无束的它们不仅在当地大肆繁殖，而且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。澳洲的癞蛤蟆就是其中之一。别看癞蛤蟆的体型不大，但它们的毒性却让人不寒而栗，就连食物链王者鳄鱼都拿它们没办法。那么澳洲癞蛤蟆究竟有多恐怖呢？人类真的束手无策吗？癞蛤蟆之所以能在澳洲泛滥成灾，主要还是得益于它们的繁殖速度。一只雌性癞蛤蟆一次的产卵量就高达8万枚以上不说，而且就连后代的存活率也超乎人类想象。短短几年内，它们就繁衍到15亿只，而且这个数量还在逐年增加。除此之外，癞蛤蟆的寿命也比其他动物长得多，普遍都在15年左右，极个别的竟然还能达到30年往上。再加上癞蛤蟆没有天敌可言，所以它们也成了这片土地上最为嚣张的存在。它们的毒液就是它们最有力的武器，只要有动物靠近它们，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，轻则口吐白沫，重则当场丧命。有趣的是，癞蛤蟆的毒液还会让对方上瘾。澳大利亚的宠物狗在舔食了癞蛤蟆之后，就出现了惊人的腹舔现象。如果主人不能及时发现，那么宠物狗极有可能会痛苦而亡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几乎没有动物敢招惹癞蛤蟆，但它们不主动攻击癞蛤蟆，并不代表癞蛤蟆会放过它们。无论是蜥蜴还是蛇类，癞蛤蟆都照吃不误。殊不知它们的这一行为也严重威胁了生态平衡，甚至还对澳洲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15亿只癞蛤蟆在澳洲有多恐怖？毒死鳄鱼口喷野狗，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呢？为了解决眼下难题，他们只能自发性的组成捕捉队伍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给癞蛤蟆一个猝不及防。殊不知癞蛤蟆也是非常聪明的，一旦察觉到危险靠近，它们就会迅速睁开双眼，并疯狂的喷射毒液。如此一来，人类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。见夜捕的方法行不通，当地居民只能另寻他法，但没想到癞蛤蟆却不给他们这个机会，并以每年50公里的速度疯狂向外蔓延，甚至就连人类的活动范围也不放过。2000年悉尼举办奥运会的时候，就有不少癞蛤蟆偷偷藏在运输车上，随他们到了悉尼。适宜的自然环境再加上丰富的食物，可谓是给癞蛤蟆创造了最好的繁殖条件。不久，它们就发展成了庞大的种群，并继续向外蔓延。最让人头痛的是，癞蛤蟆每到一处都要大开杀戒，无论是鳄鱼还是野狼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内，甚至就连国宝袋鼠都不放过。时间一长，澳大利亚的生物链也逐渐崩盘，死亡的动物数值更是难以统计。为了尽快控制癞蛤蟆的数量，当地政府可谓是想尽了办法，甚至还重金悬赏让人捉拿，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因为癞蛤蟆的毒性太强，在金钱和生命面前，人类只能选择生命。15亿只癞蛤蟆在澳洲肆意破坏，人类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为何重金悬赏也没人捉？其实不然，为了防止癞蛤蟆疯狂蔓延，把它们集中起来实施安乐死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殊不知它们的控制速度却远不如癞蛤蟆的繁殖速度，这样一来，它们的付出也功亏一篑，而癞蛤蟆也更加的肆无忌惮。说到这儿，就有人疑惑了，为何不用电或专门的捕捉工具灭它们的威风呢？虽然这一方法能在短时间内控制癞蛤蟆的数量，但也会对其他动物造成生命威胁，这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。为此，他们只能引进食肉蚂蚁来对付癞蛤蟆。别看食肉蚂蚁的体型不大，但它们的战斗力却不容小觑，就连身怀剧毒的癞蛤蟆见了它们都背脊发凉，更不用说主动攻击了。所以说，食肉蚂蚁是癞蛤蟆最大的天敌也不为过。它们最擅长的就是团队作战。时间一长，癞蛤蟆也不再如从前那般嚣张，它们的数量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但让澳洲人没想到的是，食肉蚂蚁的繁殖速度也不比癞蛤蟆差，很快它们就发展成了庞大的种群不说，而且还成了新的隐患。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，食肉蚂蚁也会席卷澳洲，变成新的入侵物种。虽然现在物种入侵早已屡见不鲜，但它们却严重干扰了人类的生活。如今的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了物种入侵最严重的国家，未来还有不少难题等着他们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